美国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为何承认美军在预警机上的不足？这将会对美国造成怎样的影响？中国又将如何利用好这一优势？我们都知道，此前美国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在访谈中透露，近期美国 F-35战斗机曾与中国歼20战斗机在东海上空近距离接触，并且表示说中国歼20战斗机飞得相当好，相当专业。这也是中美5代机自服役以来首次空中相遇，因此也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不仅如此，美国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还说道，中国把歼20战斗机飞得非常漂亮，我们的 F-35战斗机最近在东海上空与中国歼20战斗机进行了相对近距离的接触，并不是交锋，只是短暂的近距离接触。但是中国歼20战斗机所属的指挥和控制体系让我们印象深刻。中国空军在东海空域还有一些其他机型，我们的飞行指挥和控制都非常优秀。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空中歼20战斗机外，肯尼斯·威尔斯巴赫还谈到了空警500预警机，称这款预警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我想告诉你的是，中国的空中指挥控制能力，特别是空警500，在某些作战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且中国的一些超远程空对空导弹得到了空警500的协助，因此想办法如何打断这种超视距杀伤链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事情。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美国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对于中国歼20也是大加赞赏，并因此感受到了压力，而且其也对美国现有的空军力量感到了担忧。据报道称，美国空军司令威尔斯巴赫在随后的视频会议上说道，由于中国具有超强的预警机，这时美国空军将面临很大的压力。然而，美国目前仍在太平洋舰队服役的波音 E-3哨兵预警机却并没有发挥出很大的作用，这是美军现如今正在面临的大问题。因为美国的预警机已经落后了中国20年，因此其在美国 F-22战机与中国歼20战机的在空中相遇后，首次公开承认美国在预警机上的不足，急切需要对其进行升级。其还表示道，美国 E-3哨兵预警机所携带的雷达和传感器已经无法充分满足21世纪战斗的需要，这也将是美国现今面临的，也将会使美国在对付中国歼20战机时处于绝对的下风，不能在足够远的距离上发现对手，这就是美国在空中作战中丧失了优势。所以，对于美国预警机所面临的困境，据报道称，美国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建议，美国空军应快速更换现有的预警机来列装 E-7预警机，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将会在与中国的对抗上占据上风，占据优势。我们都知道，美国的 E-3预警机确实是一款比较落后的产品了，其是在上世纪70年代被研制出来，在当时成为了美军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大型预警机。目前美军装备有33架 E-3预警机，所以由于美国的 E-3预警机因为年代久远，虽然也经过了数次升级，但是其性能却没有得到很大的提升，这也是因为其的雷达没有得到更新与发展，这就使其在性能上远远落后于中国的预警，这也使美国在预警机上的发展落后于中国，因此美军才想要迫切地对其的预警机进行升级。而美国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提到的 E-7预警机，它是由美国波音公司和澳大利亚空军一同研制的。E-7预警机使用波音737进行改装，而波音公司已经生产了超过1万架波音737客机，并且澳大利亚、土耳其和英国都已经使用了 E-7预警机。因此，美国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也是看到了其发展已经十分成熟且较为稳定，因此可以被美国空军广泛使用。此外，E-7预警机采用固定式有源相控阵雷达，底部竖直背靠背的2个雷达阵列，可以探测机身两侧各120度的范围，且改变了背部雷达罩的位置。换装的新式相控阵雷达可以满足360度全方位探测传感，能够达到最好的探测效果。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E-7预警机采用的技术与空警500预警机相当，但是 E-7预警机头尾部的雷达探测能力要比机身两侧弱很多。然而，此前中国的预警机也是采用这一设计，
但是中国在发现了这一不足之后，就对其进行了改造升级，因此就推出了3面阵列圆盘式雷达，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极大提升了预警机的探测能力。因此，虽然 E7 预警机在一定的性能上要优于 E3 预警机，但是由于其服役时间较短，而且在很多技术上都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还不是很成熟，因此并不会对中国空军产生较大影响。反观中国的空警500，确实在各方面更加具有优势。其是中国研制装备的第3代预警机，以运9运输机作为载机平台，机载雷达采用了新型数字相控阵雷达，最大起飞重量可达77吨，采用4台涡桨 6C 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巡航速度每小时550公里，航程约5700公里。因此，空警500预警机作为中国新一代中型全天候多传感器空中预警和指挥控制飞机，主要承担空中巡逻警戒及指挥控制任务，其与歼20战斗机能够完美结合在一起。由于歼20战斗机具有性能强大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所以就让歼20战斗机区别于其他战机，相当于一架小型预警机。只需空警500预警机提供敌机的粗略位置信息，剩下的交给歼20战斗机自由发挥。从而，空警500预警机在和歼20战斗机配合作战的时候，其身份发生了很大转变，不再是指挥官角色，反而更像是一个辅助者。此外，在有了空警500预警机的支持后，使其在遇到同一级别的战斗机时，由于双方都具有良好的隐身能力和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所以为防止被对手先发现，必须严格控制雷达开机时间。因此，谁具备反隐身能力的预警机提供支援，抢先探测出对方位置，谁就能掌握空战主动权，可以在雷达开机后迅速锁定目标并实施打击。因此，中国歼20战斗机在有了空警500预警机后，就能确保歼20战斗机在远距离上以高隐身前突抢占发射阵位，在中距离上以中隐身接敌，先敌方开火，实现多重打击，让对方无法还击，对敌方施以沉重打击，取得战争的最大胜利。所以这也使中国将在空战中占据较大的优势，并对敌方产生较大威慑作用。所以，中国空军在有了歼20与空警500的配合后，就将发挥出最大的作用。这也将给美国以巨大的优势。很显然，中国歼20在面对美国 F-22战机时，也已经有最大的优势。这也将使歼20在性能上将完全碾压美国5代机。这对于中国5代机的发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